刚才我这里有人偷着向外面打了个电话，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。刚刚接到共产党的电话，会谈的时间地点泄露了。我看到了他的背影。青衣吗？您确定是他？确定，就在76号里面。他是谁？只是一个背影，天太黑，被他逃走了。哎呀，太可惜了。如果牧羊人和重庆会谈成功，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？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。闪官确实会出手破坏，但如果被他抓到了牧羊人，那我在76号就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。再如果别人不小心查到你参与了破坏会谈，对你的影响应该也不小吧？您有什么计划？我来行动，替你解除后顾之忧。条件呢？我要牧羊人轻易交给你。您都没有看清楚青衣是谁，怎么交给我？一个很简单的方法。青衣为了掩盖身份，明天他肯定会出现在游山公馆，而不是新的会谈地点。所以你就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。别说的那么难听。真正的叛徒，现在还在这里。山田少佐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？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。我领命去的。谁的命令？闪官的命令。现在看来，闪官和我都提前知道了新的会谈地址，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青衣的嫌疑人。可据我所知，闪官在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。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时间。打电话，现在不用打了。处长，我在呢。凌晨3点回来了。太巧了，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，恰好在闪官离开的20分钟之后。我想闪官可能要回答，他到底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：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，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，而是一个公用电话。雷达车只是青衣的一个幌子，他想让所有人认为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的情报，目的是把我们怀疑青衣的视线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。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，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，而是公用电话。说到这里，我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。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，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触公用电话。你刚才说了那么多，只说对了一点：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，可闪官却提前派你去湖心木屋埋伏，
请问，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？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：闪官就是青衣。不要转移话题，你现在只要回答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，你为什么不上报？我当然上报了，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是古正将军。这是我的职责，是将军给予我的特权。你没想到吧？将军早就知道青衣的存在，而你就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。沈处长，古正将军有请。闪官被抓了，日本人怀疑闪官是青衣，任道远被释放，官复原职。知道会谈地址改变的只有这4个人。那么问题就出在这3个人身上。改变会谈地址的命令是沈笑下达的。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。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，他早就知道，但从来没有告诉我。会谈地址改变他也知道，但直到我们冲出木西河的猎杀包围圈时，他才告诉我。为了保护牧羊人，他有可能以我做诱饵，拖住幽山公馆的人，甚至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木西河要绞杀我。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，请问，他跟策划庆祝我的幕后黑手有什么两样？我相信沈处长。我也希望我是错的，但是根据事实，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。木西河同时在2个地方布局，借助任道远的手破坏会谈，撇清关系，然后安排左凌阳庆祝。木西河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你。找到匡伟，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。那花向宇呢？我来想办法。先找匡伟。你的任务没有完成，陆枫还活着。陆枫还在上海，继续你的任务。是。你继续听从陆枫的安排。特别行动队的情况，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我觉着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。如果让他针对陆枫单独行动，没有人策应的话，只会送死。一旦让陆枫抓住他，我们只会更被动。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。你要回答2个问题。第一，你是怎么知道中共临时改变的会谈地址？
在南郊湖心木屋的。还有，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？在我们这行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。我的法则就是尽一切可能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。别问我用什么手段。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你自身的清白。清者自清。看来你宁愿背上青衣的嫌疑身份。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。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，你认为谁是青衣？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76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，也包括你？当然。如果你是青衣，这个局该怎么破？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、内斗，已经给青衣最好的掩护了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说出那天晚上你到底见了谁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出青衣。对你来说是解脱。解脱的恐怕不是我。你认为是谁？陆枫。我也在调查他。调查到什么了？在幽山公馆，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和陆枫近距离接触的人，是吧？是的。当时陆枫要杀我，但他开枪之前跟我说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。他说他也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。看来你知道。是我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的。为什么？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。这个理由成立，但似乎简单了。把他放到名单上，还有其他目的吗？哥哥，我有话问你。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。你认为古正将军真的怀疑义父是青衣吗？从佛手到钢琴师，再到现在的身份，义父像个谜一样。将军关押义父，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？关于义父，你还知道多少？花样雨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在铁链桥监狱。你要盯紧日本军部对花向雨的一举一动，你赶紧去吧。义父只要说出那天晚上见的是花向雨，他就可以摆脱青衣的嫌疑了。可是他拒不开口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还有花向雨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信任义父吗？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的。我们要做的是想怎么帮义父破局。那你信任我吗？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妹看待，信任我。我不强求你说出全部真相，但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的。
一个让闪官能够舍命保护的人，一定是隐藏了巨大的秘密。如果能找出这个人，很可能就找出解决闪官最好的办法了。陆枫是繁星名单中的第12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刚刚知道，是闪官亲手把陆枫放到名单里的。但关键是，陆枫到底是谁的人？现在还是个谜啊。这次幽山公馆的行动，本是可以除掉他的，但是行动失败。为什么会失败？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。青衣，你到底知不知道青衣是谁？不知道。那就赶紧查。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。明白。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任务，只有你能完成。在76号找出一个代号青衣的共产党卧底，他可能是任何人。闪官的身份，我们也进行了彻查。从火凤凰行动立功之后，进入到国民党体系。一直暗中在给日本人卖命，但是火凤凰行动之前的资料一无所获，他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了解他身份的人，苗章天、陈浩民、松下千雄全死了。沈啸呢？沈啸在国民党中统内务部时被闪官陷害逼走，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，甚至都没见过面。局长。闪官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，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。他为什么要把陆枫放进名单里？甚至连陆枫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我看很有可能，这就是闪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，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。这个布局，就是闪官要隐藏的那个最大的秘密。主任，有惊无险，我侥幸过关。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，您是深谋远虑。我能做的只是些皮毛。最终给闪官盖棺定论的，是你的那份报告。闪官这次应该在劫难逃了吧？有难处？闪官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，只要他开口说明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，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。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？新的会谈地址除了木西河和青衣，其他人不可能知道。还有您也知道啊。人啊，想活得自在，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骗自己。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，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？来吧，把你的好酒拿一瓶，咱们得庆祝一下。好。这段时间跟着闪官，委屈你了。您都把性命押上了，我这点委屈算什么？面对闪官这样的对手，只有押上性命，才能有赢的机会。是，敬您。
我已经跟古正将军说了你的情况，并极力推荐了你。感谢主任提拔，机会我给你了，能不能把握，还得看你自己。我知道你和闪官的仇恨，趁此机会，新仇旧恨，做个了断。放虎归山的后果，你我都承担不起。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闪官，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，我怕他给我们下套。如果我们暴露软肋，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。只要锁定他就是青衣，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？你不会真的认为古正将军怀疑闪官是青衣吧？那古正将军为什么抓他？不是青衣，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真不知道，但一定是古正将军想知道的秘密，或者是威胁到古正将军的秘密。闪官一直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，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。这个人应该是打开闪官核心秘密的钥匙。还有闪官为什么把陆丰放到反英计划的名单上？这对查出闪官和陆丰的真实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线索。别查了，尽快了结闪官。尽快。你们有敲门的习惯吗？你们难道就想这么袖手旁观吗？你有好的计划吗？没有，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。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，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坐着待着，无动于衷。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。当我没来过。站住，霍飞！你现在不可以轻举妄动。你是在命令我呀？我是在命令你。我只听闪处长一个人的命令。特殊时期，我可以代替处长行使权力，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。这是闪处长交代过的。那对不起，我不是你的人。霍飞，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？来，打！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，你知道后果。如果闪处长跟花向宇任何一个人出事儿，后果比你想的更严重。什么计划？义父在被捕之前，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。他有安排，他们应该已经到了。你怀疑我？我不应该怀疑你吗？应该。但在相同的处境下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包括你的身份。即使我在名单上。是的。既然你早就知道我在名单上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知道是最好的伪装。少跟我说这个。
我没有防备，随时可能被杀。你身在虎口，只能靠你自己。那新的会议地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时间紧迫，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，我只能先通知木西河。但看到幽山公馆的形势，我才意识到木西河的真正企图，但当时已经晚了。你被木西河设计了，他想杀掉你的同时，也杀了牧羊人，但他忽略了闪官。闪官已经把握全局，计划坐享其成。为什么是闪官？我也是审任导演和闪官的过程中慢慢明白的，是闪官把你放在反省计划的名单上的。闪官把我写在名单上，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新的会议地点，闪官怎么可能知道？任导演能知道，闪官为什么不能？木西河在你身边安插了内鬼，闪官也可以。你是说我身边有2个卧底？我现在能做到的，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组织，保护你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。这是匡伟的藏身地点。陆峰，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，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你自己。左教官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。对不起，陆枫很难对付。你是卧底，整天跟在他身边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我们有一点相同，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。我只想知道结果，有没有机会？是您怀疑我，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？所有的途径都考虑过了，闪官不可能知道幽灵的计划，除非我是间谍。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。
现在主要是怕双面谍。陆枫身边确实还有其他人，可惜我不知道是谁。什么意思？我要杀乔南之前，有人先动手了。还有人？陆枫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，所以我被嫁祸了。教官，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，是我的责任，我绝不会推卸。但这种事情我绝不会说谎。我可以走了，清除一个人，也就可以走。教官，我不是陆枫的对手，不是陆枫，华翔宇。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吗？他如果死在监狱里，那最好了。如果一旦放出来，你第一时间清除他，杀了他，就可以离开上海了。是。那陆枫怎么办？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。我的家人我都安排好了，他们很安全，放心吧。谢谢教官。来，走这边。时恩会找到我，我一直在等你。
鹏哥，能回答我几个问题？你先回答我，为什么对兄弟们开枪？执行命令，杀人的不只是我。还有谁？我杀强南的时候，有人比我先动手。是谁？不知道。可你对兄弟们动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一起长大？你怎么下得去手？山月是我杀的，我还他。佛哥，佛哥，别再救我了，已经救我2次了。为什么？匡伟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兄弟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，经历生死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。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峰哥，你是反省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，你是日本间谍吗？我不是。我就知道你不是。那你是共产党吗？我也不是。但是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。共产党会为我们国家找到真正的出路。而那一天的祖国，我们不需要再你死我亡。我们这些兄弟可以像之前那样坐在一张桌上喝酒聊天。峰哥，我请客，我让我教你。就在你出狱的时候，我家人对不起我受不了，所以我呀。给我钱。马上帮我找一个叫古月的女孩，哈尔滨人，25岁，现在应该改名字了，从梅希鹤身边着手。这个姓应该不难找。要快。好。
当年火红环行动被陆方破获之后，上官被抓捕，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。上官普吉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，对我们来说，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。